你觉得长期投资最难的是选对股票？不对，真正难的是账户连续好几年都没太大变化，身边的人还都嘲笑你，生活的账单还天天催着你。这时候你还能不能不慌不忙地坚持下去？是不是忽然有点后背发紧？今天这期可能不怎么招人喜欢，因为他不说下一个能翻倍的机会，也不讲马上就能涨的神奇代码。我们今天聊一件很多人不爱听，但你越早知道越好的事情。投资真正的终极考验，不是你会不会看财报，也不是你会不会画趋势线，而是市场进入长时间低迷的时候，你的心理、现金流、家庭压力、生活节奏能不能一起扛得住？你好好想想，行情好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好像股神一样，行情难的时候，谁还能稳住？先说一句，如果你喜欢这种不只讲热闹还讲真话的内容，记得先点个赞，顺手收藏一下，再订阅频道。你这个动作对我来说，就像账户里突然多了一点现金缓冲，虽然不至于让我原地开香槟，但确实能让我更有动力，继续把这些难听但有用的话讲下去。后面这些内容可能会帮你避开一个特别常见的坑。你有没有发现过去几年市场里出现了很多少年股神？不是年龄一定小，而是心态特别年轻，年轻到像刚拿驾照就准备上赛道，买什么都涨，定投也涨，抄底也涨，甚至有时候买错代码都能涨。于是大家开始觉得投资这件事很简单嘛，下跌就是打折，回调就是老天发优惠券，不买都对不起自己。你听着是不是很熟？但其实这件事情并不复杂。很多人的自信并不是来自真正的抗压能力，而是来自过去10多年比较友好的大环境。你在温室里培育出来的仙人掌看起来很能扛，可真把它放到风沙里，它可能比绿萝还委屈。过去市场有太多次都是跌一下弹回来，再跌一下又弹回来，长时间这样，大家就把 V 型反转当成了自然规律。问题是市场可从来没签过这种保修合同，不是吗？最可怕的并不是你不知道风险，而是你自己觉得懂风险。很多人嘴里说着我能接受波动，可他所说的波动可能就是账户少个5%、10%，然后2周之后又回来了。这就好像你说自己能吃辣，结果吃的是番茄锅旁边飘过一片辣椒之类的。真正的考验是账户长时间不恢复，新闻天天唱衰，朋友天天劝你不要固执，你还能不能睡得着？你敢不敢好好思考？过去的超级牛市给很多人营造出一种坚定的信心，你看着自己的账户曲线一直往右上角跑，就会觉得自己懂了财富密码。实际上那可能不是你分析多厉害，而是你站在顺风口上，风把你吹起来了，你以为自己会飞，但结果只是风扇开得比较大罢了。等风小一点，你才知道自己到底是有翅膀还是仅仅在空中摆姿势。所谓的惯性思维就是这样的，市场以前是怎样的走势，你就觉得以后还会按照那样的轨迹走。以前每次下跌的时候都觉得是机会，你就觉得未来每次下跌也都是机会。而投资最让人难受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历史能给你当做参考，却不会给你编好剧本。它并不像电视剧一样，一到第8集，主角准能实现反转。要是市场没按照你想的那样运行，你可别对着屏幕大喊，导演出来解释一下，根本没人会搭理你。来讲个很多人听过却没真正带入过的例子，2000年前后的网络泡沫，那时候大家对互联网的热情和现在很多人聊 AI 的兴奋劲儿有点相似。当然时代不一样，产业基础也不一样，不能随便划等号，不过情绪上挺相似的，大家都觉得未来来了，所有东西都得重新评估。那结果怎么样？纳斯达克相关指数从高点一直往下跌， QQQ 从差不多118美元跌到25美元左右，跌幅接近80%。你看到这个数字是不是感觉心里一紧？更关键的不是跌了多少，而是花了多长时间才回到原点，不是3个月，不是1年，不是2年，而是用了10年以上。10年是个什么情况？3650多个日子，够一个小朋友从小学读到高中，够你换好几部手机，也够无数人从我相信长期变成我当初是不是太傻了。你想想看，回测图上一根线看着挺容易，但现实里那可是一天一天熬过来的。很多理财书会跟你说，如果当年坚持定投，后面收益会很不错，从数学上来说这话没什么问题。可问题在于，理财书里的主角通常像机器人一样，不会焦虑，不会失眠，不会被家里人问你到底能不能行，也不会碰到收入下降、房贷压力、孩子学费还有父母医疗这些现实问题。书里的钱就像游戏金币，现实里钱可是要交水电费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是反对长期投资，不要误会，长期投资本身是非常重要的思路，但长期并非一句口号，并非你在牛市里呼喊几声就自动具备的超能力。长期投资更像跑一场看不到终点的马拉松，普通马拉松至少会告诉你42公里，累虽说累，你知道还有多远，可长期市场则不一样，你跑了10公里，裁判跟你说后面还有多远，我也不清楚，你难道不会当场就想坐在路边喝奶茶吗？时间压力。
这是很多人都看清的东西。大家老是爱问我能不能承受下跌30%，却极少去问我能不能承受5年没显著回报，短期大幅波动，就好比突然被冷风吹了一下，会让人感觉挺不好受。可是你明白，它也就那么一会儿，长期低迷就好像阴雨天似的，1天2天还能忍受，可连续好几个月好几年，人就会被磨得没了性子。你觉得自己害怕的是幅度，实际上你更害怕的是看不到头。账户亏损已经够让人烦心，更烦心的是社会氛围。牛市的时候你买指数，大家说你理性低迷的时候你还接着买，也许大家觉得你太固执。以前朋友问你买了什么，你还能自信的分享，后来朋友问你还没出来啊，那语气比天气预报还冷淡，你表面笑笑，心里已经开始琢磨我是不是错了，是不是就我还在坚持。这种孤独感很多回测数据根本不会体现，媒体也会把这种压力放大。行情好的时候标题是新时代开启，行情差的时候标题就变成了泡沫退潮，投资者信心降温。你每天一打开手机，好像进了情绪健身房，各种标题轮流对你施压。你本来想安安稳稳的定投，结果看完新闻手指都悬在卖出按钮上面了。你看，人不是输给数学，很多时候是输给连续不断的噪音。还有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，那就是家庭压力。当你自己进行投资时，会觉得自己挺自在的，觉得反正那就是个长期的事情罢了。但要是家里人开始担心了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另一半就会问你，这钱什么时候能回来？父母也会问你，是不是别去碰这些东西？你听一回还行，听个10回20回，再坚强的人都会有动摇。投资并不是发生在真空环境里，它就发生在客厅、饭桌、账单，还有日常生活当中。是不是一下子就更真实？真正让很多人没法坚持下去的，通常不是账户里的数字，而是现金流。当你处在收入稳定的时候，说长期投资，那自然很有底气。每个月工资到账，定投一扣除，生活还是像平常一样。可要是经济环境不好，公司开始削减预算，你的收入减少，奖金变少，甚至工作都有了变化，这时候你还要交房贷、房租、保险、生活费，账户里的资产还没恢复，你该怎么办？这件事难道不比 K 线简单吗？这就叫做蜡烛两头烧，一头是投资账户在变小，一头是现实生活在需要钱。你本来打算在低位增加投资，结果生活先给你增加生活的压力，你想要买更多资产，可银行卡说，朋友，先把这个月的账单处理一下。这时候很多人不是不明白长期投资，而是没有选择的空间。不是他们不想坚持，而是现金流把他们从投资计划里赶出去了，还是那种很礼貌但很坚决的赶出去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很多人最后不是因为看错市场而离开，而是被现实推着离开。最让人难受的是，常常在最悲观的时候，价格也不怎么好看。你看着账户已经很难受了，还要为了生活卖掉一部分资产，这种感觉就好像排队3个小时，终于快到窗口了，结果工作人员说午休了，你说气不气？可现实就是这么不留情面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提到，投资的首要准则不是去追求收益的最大化，而是不要让自己陷入被动的情况。你可能会错过一波上涨，但尽量别让生活的压力逼着你在不想卖的时候卖出。要是现金流断了，所有投资理念都会显得挺脆弱。你之前说我相信长期，之后就变成了我先解决这个月，这不是意志力的事情，而是生存结构的事情。很多人对现金有误解，在牛市的时候，大家都觉得现金是个累赘，觉得现金会被通胀慢慢侵蚀掉，把现金放着就是浪费，听着好像有道理，但只说了一半。在上涨行情中，现金确实看起来没那么吸引人，就好像聚会角落里静静喝水的人，没什么存在感。可一旦市场进入长时间低迷状态时，现金就成了你呼吸的氧气瓶，你不一定天天用它，但没它的话你就会很慌张。现金的价值不只是能抓住买入机会，更关键的是能让心理保持稳定。要是你有足够的紧急备用金，当看到市场下跌的时候，你的第一反应不是完了，生活要怎么办，而是我有时间来应对。这两种心态的差别可大着。一个人只要不是被迫去行动做决策的质量就会好不少。你想想，人在急着用钱的时候去做投资决定，就好像饿着肚子逛超市一样，什么都容易买错。所以我特别不喜欢那种把资金效率追求的特别极致的操作。账户里1分钱现金都不留，全都满仓，还觉得自己挺聪明，表面上看资金利用率挺高，可实际上风险缓冲差不多没有。这就好比你出门开车，为了省油，把备胎、工具、雨伞全都扔掉。晴天的时候肯定是痛快的，可真碰到问题了，你就只能站在路边跟空气说话。
市场并不会因为你很努力就给你特殊照顾。中间有个提醒，要是你听到这里已经开始重新检查自己的现金流和仓位，那这期视频就有价值。记得点个赞来支持一下，也可以收藏起来。当你某一天又想满仓冲动的时候，拿出来冷静冷静，把订阅频道也安排好。往后我们接着聊这类不一定最刺激，但确实能帮你走得更稳的话题。毕竟市场热闹天天都有，能长期保持清醒的人不多，不是吗？那到底要怎么做？第一件事情是进行压力测试，而且要真实的去做，不要做那种假装很糟糕，但实际上比较安逸的测试。你可以拿一张纸写下来，要是我的投资账户减少了40%，并且3年都没有明显恢复，同时收入还减少30%。我还能不能正常生活？房贷、房租能不能交得起？家庭开销会不会受影响？我有没有备用方案？你看，这么一写出来，很多幻想就会自己消退。压力测试最重要的地方不是吓唬自己，而是让大脑提前进行演练。你要是没思考过最坏情况，真碰到的时候就会慌张的像电脑突然蓝屏似的。你提前思考过，虽然还是难受，但至少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。投资里很多情绪崩溃不是因为情况完全没办法处理，而是因为你根本没思考过它会发生，突然碰到了，脑子直接就停住了，就好像网速降到2G 一样。你还可以给自己设计几档方案，比如说正常情况下怎么投资，市场下跌20%的时候怎么投资，长时间不恢复的时候怎么投资，收入变化的时候怎么调整。这样一来，你就不是根据当天心情做决定，而是根据预案行动。人一旦有了预案，就没那么容易被新闻带节奏。你可别小看这件事儿。市场就爱欺负没计划的人，就像游戏里专门挑新手村的小白玩家一样。第二件事是重新看看紧急预备金。很多人会问，到底留几个月的生活费合适？这个没有统一答案。收入稳定、家庭负担轻的人可以留少一点，收入波动大、家庭责任重的人就要留多一点。你不要直接套用别人的数据，因为别人家没有你的账单。理财最忌讳的就是拿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生活，量完还觉得自己不合格，这不是自己找难受吗？紧急预备金不是用来炫耀收益的，它的作用就是默默地待在那儿。当你心里没把握的时候，它能给你依靠。它可能跑波股票，甚至短时间看比较蠢，可是它的价值在于给你选择权。当市场不好的时候，你不用卖掉核心资产来支付生活费。当工作有变化的时候，你有时间去寻找下一步。当家庭需要用钱的时候，你不用临时乱动投资组合。这选择权平常不怎么显眼，可关键时候特别宝贵。第三件事是降低不必要的杠杆。顺风的时候，杠杆就像加速器，账户涨起来就好像开了氮气推进一样带劲，但是逆风的时候，它会放大你的压力。很多人不是资产本身不好，而是杠杆太高，稍微有点波动就睡不着觉，睡不好会影响判断，判断差了就会做出错误的举动，做出错误的举动又更难入睡。你看，这就是一个情绪循环套餐，而且还不白送。如果一个仓位会让你半夜醒来查行情，那它或许已经超出了你能承受的心理范围。不要硬撑着，投资并不是比谁更能折磨自己，你想要的是长期复利，不是每天把自己变成盘面监控员。真正优秀的组合应该能让你在大多数日子里正常生活、正常工作、正常吃饭。你要是因为投资连饭都吃不好了，那收益率还没看到，生活质量先降低了。第四件事是接受减法哲学。很多人投资老想着做加法，多买几个板块，多看几个指标，多追几个热点，多开几个账户，最后是什么样子？脑子就好像浏览器开了50个标签页一样，风扇呼呼转，整个人快被卡住了。减法投资就是把那些你看不懂、拿不住、睡不着的东西慢慢减掉。简单不是低级，简单是给自己留个余地。你得问问自己几个很实际的问题：这个资产你为什么买？要是3年都不涨，你还愿不愿意拿着？要是跌了挺多，你有没有钱接着过日子？要是你错了，能不能承受得起那个代价？这些问题听着一点都不酷炫，没有能赚10倍那种刺激感，但他们可有用。投资里最贵的不是错过机会，而是用超过自己能承受的办法去追机会。第五件事是把长期投资从口号变成流程，并不是说一句我长期拿着就完了，而是你得有买入规则，再平衡规则，得有现金安排，得有家庭沟通，也得有收入变化预案。你得清楚什么时候接着做，什么时候停下来，什么时候要调整。流程的作用是在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帮你做决定，因为人在有压力的时候很容易变样子，流程就是你的防变型钢架。很多人没有流程，完全凭着感觉，价格上涨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特别懂行，价格下跌的时候就觉得全世界都在针对自己。今天看到大 V 看多就特别激动，明天看到新闻悲观就想要撤资。你这么投资，账户不是资产组合，反而好像情绪直播间，市场每天给你呈现像刷礼物一样的刺激，你就心里高兴。
市场一旦没什么动静，你就开始怀疑人生。我们要做的是把自己从这样的情绪剧场里拉出来。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心理建设，你要提前接受孤独。在长期低迷的市场里，坚守合理策略的人常常不被理解，别人会觉得你太缓慢、太保守，还太固执，你也许也会怀疑自己。但你要知道，真正的独立判断本来就不可能天天有掌声，掌声最多的时候，往往也是人群很多的时候。你如果想要稳妥，就得接受有些路不会特别热闹。但接受孤独并不等于闭门造车，你还是要去学习、总结、更新观点。长期投资不是把眼睛蒙上，然后跟自己说我很坚定，那并不叫坚定，那叫不看路。真正的坚定是你清楚自己为什么这么做，也知道什么情况要调整。你不是死脑筋抱着错误不放，而是有规则的执行，经过思考的计划，这个差别可挺大的。我们也要说说幸存者偏差。你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说自己10年前买了某某资产，现在赚了很多，听着挺励志的，不是吗？但你看不到的是，中途离开的人，换来换去的人，现金流撑不住的人，心理压力太大的人，这些事儿一般不上热搜，因为不够刺激。互联网爱展示结果，生活负责把过程藏起来。你要是只看结果，就会觉得过程特别容易。就好像有人晒健身前后对比，你看见腹肌，却没看见他无数回拒绝奶茶和夜宵。投资也是这样。你看见10年的收益曲线，却没看见中间那些怀疑、焦虑、家庭讨论、现金安排，还有无聊等待。长期的回报不是平白无故长出来的，它的背后是一整套生活系统。要是没有系统，口号再响亮，也容易在压力面前垮掉。还有一种常见的错误观念是把逢低加码当作万能的解决办法。从理论来讲，价格低的时候买更多，长期确实有可能提升收益。但前提是你有钱去加，敢去加，能去加，加完还能生活。很多人只记住了加码，却忘了前面的条件。就好比菜谱上写着小火慢慢炖2小时，你只看见2小时，结果把火开到最大，锅都快有意见了，步骤错了，味道肯定不对。逢低加码得有3样东西：现金、计划、心理空间。要是没现金，你就只能干瞅着机会干着急；没计划，你就容易越跌越乱；没心理空间，你加完仓后天天盯着盘看，越看越发慌。真正有效的加码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，而是早就明白要是出现某类情况，自己会用多少比例去做什么。冷静的钱通常比冲动的钱更能发挥作用。说到这里，你或许会问，那是不是就一定要特别保守，什么都不碰？不是这么回事儿。投资不是躲在角落里等着世界变得完美，世界永远不完美，市场永远有问题。我们要做的是参与机会，同时把控好自己，不要让机会把自己拖进被动局面里。你可以投资成长资产，可以定投指数，也可以配置不一样的资产，但前提是这套组合得合适你的生活，而不是合适在朋友圈显摆。别为了让自己看上去聪明，就去做自己承受不起的安排。有人满仓高波动的资产，你也跟着满仓；有人说现金没用，你也把现金全卖光了；有人说杠杆能放大收益，你也去试试。可关键是，别人账户背后有什么收入，什么样的家庭，什么样的风险承受能力，你根本不知道。你只看到他开跑车，没看到他家车库有好几辆备用车，照抄别人真的挺容易出问题的。市场上大概有3类人，第一类是在牛市里赚到钱的人，这类人并不少，行情好的时候，就算操作错了，也能让上涨给盖住。第二类是市场刚变难就离开的人，这类也挺多，因为他们压根就没准备过漫长等待。第三类是在低迷期还能保持生活稳定、心态稳定、策略稳定的人。这类人不一定最会喊口号，但往往更有机会等到下一轮周期。你想成为哪一类？真正厉害的人并不是一直买在最低点，也不是一直比所有人都强，而是能让自己一直留在市场里。留在市场里这件事听起来挺普通，但实际上挺难，因为你要管控欲望、管控恐惧、管控现金流、管控家庭沟通，还不要老想着证明我厉害。投资到最后还真有点像修炼性格一样，不是每天打怪升级，而是每天别让自己的情绪带偏方向。你要把投资看成一场很长的游戏，不要当成短视频挑战。短视频追求刺激，投资追求持续。刺激的东西不一定能陪你很久，持续的东西往往一开始没那么显眼，就好像白米饭没有炸鸡受欢迎，但你不能天天光靠炸鸡生活。投资组合也是这样，得有能让你激动的地方，也得有能让你安稳的地方。全是激动的话，最后可能就变成心跳管理课了。回到开头那句话，投资最难的不是选股票，而是生存本事。这里说的生存本事，不是让你多悲观，而是你得有真实的抗压结构。你现金够不够多？仓位合不合理？有没有过度借力？家里人能不能理解你的计划？你有没有想过长期低迷，你能不能在没有掌声的时候接着执行？
这些问题比今天涨几个点要紧得多。要是你当下处于牛市里头，听这些或许会觉得有点扫兴，就好像大家在派对上正跳得带劲时，突然有人提醒你别忘明天还要上班似的。确实没那么欢乐，但挺有必要。因为真正能保护你的，往往不是行情热闹时的兴奋劲儿，而是你提前做好了准备。市场好的时候做风险管理最容易做到，等压力来了再去补救，就会特别狼狈。如果你当下已经碰到账户回撤了，也不要着急否定自己，亏损和波动并不自动就代表你错了，它仅仅说明你正在接受市场的教导。关键是你有没有从里面看到自己的薄弱环节，是现金太少、仓位太重、资产太集中，还是一开始就没想清楚买入理由？找到问题可比单纯懊恼有用多了，懊恼只会消耗能量，复盘才能修整系统。从今天起，你可以做一件很简单的事，打开你的资产表，把钱分成3层。第一层是生活安全层，保障基本开支和紧急情况；第二层是稳健配置层，承担起降低组合波动的责任；第3层才是成长进攻层，去追求长期回报。这样划分完之后，你会发现自己心里清楚很多，钱一旦有了岗位，就不太容易互相冲突，就怕所有钱都挤在一个篮子里，还互相抢方向盘。接下来你问问你自己，要是市场3年都没给我想要的回报，我还会不会留着这套配置？要是答案是不会，那就意味着你当下的配置可能不是长期配置，而只是你在行情好的时候的情绪产物。真正的长期计划得能经受得住无聊、怀疑，还有慢节奏，可别小看无聊。很多人不是输在恐慌，而是输在无聊，总觉得不动就好像没努力似的，然后就开始乱行动。投资有时候不乱动就是高级操作，你不用天天找新热点，不用每次市场波动都整一篇小作文来解释，也不用靠频繁操作来证明自己很勤快。勤快固然好，但方向错了，越勤快越累。你见过洗衣机使劲转吗？它转1天都没离开原地。投资也是这样，别把忙碌当成进步。结尾之前再跟你讲一回。要是这期视频让你对长期投资有了更实在的认识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见这种没那么热闹却很重要的内容。也欢迎你把它收藏起来，特别是你想要冲动加仓、冲动清仓，或者被市场情绪带歪的时候，回来再听一回，订阅频道。之后我们接着探讨怎么在复杂市场里做个清醒的人，不要变成被行情牵着走的气球。最后我想送你一句话，跑得快的人有挺多，跑得久的人更少。投资不是一场比谁更勇猛的表演，而是一场比谁更稳的长期旅程。你没必要在每个阶段都领先，也没必要抓住每一回机会。你要做的是让自己有本事熬过低迷时候，等到市场再给机会的时候，你还在场上。只要你还在场上，你就还有选择权。这个东西比很多短期收益都宝贵。所以从现在起，少想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，多做些应对的方案，少用杠杆，多存点现金作为缓冲，少盲目去比较，多找适合自己的节奏。别把牛市给的顺风错当成自己本来就会飞，也别把低迷时的孤单错当成自己肯定出错了。真正成熟的投资者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明白情绪来的时候也不能让它主导，你只要稳稳坐着，把方向盘交给计划就行。这个视频里的内容仅仅用来分享信息和交流个人观点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、买卖推荐或者收益承诺。视频里提到的市场案例、历史数据还有个人看法等，都有可能跟着时间和环境发生改变，像股票、基金、ETF、债券、加密资产还有其他金融产品都会有波动。你得根据自己的财务情况、风险承受能力、投资目标还有专业意见独立去判断，不要把这个视频里的内容当作做决定的唯一依据。投资之前一定要好好做功课，控制好仓位，要按照自己的能力来。